他的指套，就是各种方面都去了解。去那个做指甲的地方把它做长，就把它真的留到这么长。把自己的那个指甲磨得还留下一层薄薄的粘上去的。就你每天早上粘是吧？哇，每天早上粘。没有啊，一直粘。粘上我自己的那个对呀，粘在我的指甲上，又不是粘在肉上。对。他其实无形中把整个戏的品格是往上抬了。迅姐她的气场很强大，如懿一定要有气场。从那么小跨度这么大，只有他才能弄家好。周迅变化蛮大的。2000年我们合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跟现在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变得更宽容，然后更母性一些，人也变得更随和。他的松弛来自于他对人性和对这个世界看得很透，所以说他的力量很大。就他很多的表演其实是不是单纯的表达一种情绪，当中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和层次，我觉得非常棒。如懿是一个智商很高、情商很高又足够善良的人。那周迅的表演也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能够有很强的代入感。他就是如懿，我就是天龙，两个人演戏的感觉是可以配合在一起。这个人物形象的定位、感觉啊、台词啊，都让这个戏的气质都有一些改变。最棒的地方就是把自己和角色贴近在一起，赋予它光芒。《如懿传》就是生命里面你好像一定要去碰到、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儿，因为空白，所以无迹可寻，所以相对比较自由。他会把自己整个人、整个身心贴近这个角色去演绎、去加强，听一些故事，对，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想象，然后又去了趟故宫啊，然后穿上他的鞋子，然后戴上他的指套，就是各种方面都去了解。去那个做指甲的地方把它做长，就把它真的留到这么长。把自己的那个指甲磨得还留下一层薄薄的粘上去的。就你每天早上粘是吧？哇，每天早上粘。没有啊，一直粘。粘上我自己的那个对呀，粘在我的指甲上，又不是粘在肉上。对。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戴指套，一直带着这个东西。我说你不至于说一直带着这个。他说，哎，这是下意识。是现代人戴那个护甲肯定是不方便了。看他吃酸奶是这样吃的，我说那姐你平时洗脸啊？他说就这样洗啊，就是翘两个手这样洗。我知道他是为了要去创作。他说如果说没有平时一段时间的习惯，他说会戳到自己的。穿鞋子，因为那个走路还是要很那个驾轻就熟的，所以就要提前去熟悉他那个鞋子。筹备的时候，因为我们要鞋子和护甲拿回去就自己天天练。现在到现场，盆底鞋站得很稳的，包括跑啊。我是要学习各个方面的生活，也都是想象，因为大家也很少会看到那个时候的人到底他们真的是如何在宫里面过日子的，就做这些准备。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物的情感、生命过程。预备，开始。他从小生活在那个环境里边，他的姑母又是皇后。姑母这个角色更多的是把如懿作为一个筹码，保证自己的地位。乌拉那拉氏没有前朝重臣，只有后宫的女人。你我就是要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青玉哥哥，我觉得他从小就知道他这个命运是很难改变的。你一定要做母后皇太后吗？宫规祖制在此啊。那他有他的家族责任，就是要当皇后。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你要得宠，你要做皇后。我觉得是压力，但是我又不能不去做的一个压力。作为青樱，她
她是乌拉那拉氏的亲侄女，我是钮祜禄氏，我本来就是要把乌拉那拉氏给灭掉的，最好就是后宫不要有乌拉那拉氏了。皇上口谕，皇四子弘历封宝亲王，乌拉那拉氏为宝亲王侧福晋。希望最好不要让她作为我的儿媳。我好不容易干掉你姑母，你的乌拉那拉氏皇后，又来一个，对我来说是最好是不要有这种可能性。从上一代的渊源也好，其实我没办法解的。但是儿子最后还是要了他，一个是我爱的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如懿知道一定要和太后好好相处，从一开始的不接受，到慢慢的看到她身上的一些不同于其他女人的一些品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太后才发现如懿真的不是要当皇后啊，就是她是真的是因为爱这个男人。皇帝说你千方百计去求他，为的是替哀家移宫进言。如懿也利用过太后和皇上的关系，去知道太后需要什么，然后跟皇上说要尽孝啊。当然皇帝要尽孝，但是从如懿这个角度，她可能还有就是说我帮太后去说个话。皇上刚刚登基，忙于朝政，一时顾不上。哪怕臣妾身在前底，也是该提醒皇上的。如此可怜，移宫之事，还需要你这样一个守孝之人去劝皇帝。到最后，太后对如懿是一个改观的一个态度。他会记得，就是说，那我们就和平相处嘛。清音之名是臣妾幼年时所取，所以想请太后亲赐新名，许臣妾斩断旧过，汲取新福。其实他是向我表示他的屈服。那你最盼望什么？情深意重，两心相许。我觉得他在清音的身上，他会看到他自己的某些缩影，看到他过去。如懿。好不好？在这场戏当中，太后希望清音从乌拉那拉氏的清音变成了她的如懿。如懿是为求生存，太后是为了表示示好，是一种意愿，所以才有了我们如懿这个名字。其实我觉得到如懿这个名字之后，其实我的生活还算如意的。开始。贤妃娘娘，这绿眉粉怎么制？那可是皇上亲自腌的。挺少影视剧可以把这种两个人关系写到这么的紧密，这么的跌宕起伏，挺真爱的两个人，他们也其实是青梅竹马。他是一个非常天真烂漫，从小骄纵长大的哥哥。你是倔脾气，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怕，有我在，你放心。这3个字对于如懿来讲，就是这个男人给她的所有的，就是你不要怕，不要怕，是一种极度的安全感。当他说这些话，就算我有一点怀疑，但是我爱你的时候，我还是相信他。他是坚持对感情的美好，尤其是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尊重。一生一次，心音异动，他的生命最核心的一个点。这个意思极好，一次心，一次心一动。臣妾以为是一生一次心一动。这个解释好啊，真喜欢。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因为他很聪明，其实他完全可以脱离这个是非中心。对如懿本身来讲，我觉得他是很清楚，他不想要去那个地方的，因为他从小在家里，他很明白这些斗争啊，这些东西。但是因为爱，他还是把自己卷进去了。你心里有皇帝对吧？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死同穴吗？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姑母，他无意去做皇后，但是他因为他的命运，他爱的这个男人，到最后成了一个皇帝。身在万人之上，俯视万千。可这万人之上，就是无人之巅了。朕想让你在朕的身边，朕也只要你在朕的身边，可好？好，好。
帝就是说正在万人之上，孤单得很，我要你来做我的皇后。臣妾或许看不清后位，看不清前路，也不够看得清皇上。可皇上说他孤单，臣妾就只想到他身边去。我最喜欢就是把她封为皇后的那个阶段啊，我们感情很好。终于是真的皇后了，终于连你都不用了。朕已经教导什么准备了，我应当会在华中向你表达。其实像如懿和皇帝，皇帝能给青樱这么一段情，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恰巧他幸运的是他还爱那个皇帝，而且是两情相悦的，不是那种我爱他他不爱我那种，而且是他幸运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到了那个位置上，他就会有一个责任感，就是他要护的是要护好这个国君。开始。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娘娘您醒醒啊！我都是在劝和，但是我又能够特别理解他，因为人的性格使然，有的时候是看着特别心疼，但是无力。其实皇上作为一个天子来说，他是当年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对于如懿来说，她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因为毕竟是真爱嘛。但如懿也是很大爱的那种，也是一直在默默忍受。个人对如懿是非常非常同情，我觉得她受了很多很多委屈。给你的补药都吃了吗？怎么还是那么憔悴啊？用尽是朕盼望已久的祥瑞之子，结果却因此违心，合不住你的命数，木村自亡。作为你孩子的母亲，你怎么会相信青天剑的话是我克死了我的孩子？就算我克死了我的孩子，可是我刚生完孩子啊，你怎么会这样想呢？这个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其实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委屈。这两个人其实都是蛮可怜的人，觉得很心疼。对他到底是什么感情？从小就喜欢他嘛，你从小你就进王府，到最后你面对的是一个君王，他的改变，他还是爱他，直到相见的出现。把面纱摘掉。一开始来说，他们像一对情敌，因为毕竟是相见，让如懿觉得皇帝的爱情不在自己身上了，是因为觉得这个男人的心在动。当这个皇上那个心开始动的时候，他是害怕的，他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也许本宫也失去了曾经恋恋的少年了。其实我觉得帝王父亲蛮难的，一个是要母仪天下，一个得要指点江山。然后到最后到两个人的嫉妒心，他对凌云彻做出的那一系列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可是，在过程当中，他作为一个国君，他必须是有怀疑的。虽然这个多疑到最后是毁了我们，我从小陪着你的，我是什么样你会不知道。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如懿一次一次心寒。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爱情的一个过程，会慢慢的消失掉。在这个几十年的相处过程当中，因为各自的成长和各自的变化，所以到最后造成他们两个的破裂吧。不可以顶撞这样忤逆朕，如此咄咄逼人，不仅比不上孝贤皇后的贤德，连丽贵妃的婉顺都比不上。累积起来一件一件的，就到最后断发的时候，如懿跟皇帝说：“我当这个皇后已经很累很厌倦了，我最好不要当了。就是我从来也不是要想当皇后。”如懿，其实这个戏真的是道尽了这两个人的一生一辈子。我觉得其实他一直都在坚持，不管对谁。他在宫里那么久，但他并没有变，不忘初心吧，那么一个人。她是一个宫中少有的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如懿不会妥协，不会因为任何人妥协。我觉得她不适合在古代生活。她是宫中敢于说我就是要做自我，我把我的直抒胸臆想表达出来的一个女人。
臣妾陪伴您多年，自以为和您有心意相通之处，臣妾是真的不能明白的。皇上，您就当臣妾不懂您，臣妾的话也白说了。她深爱着皇上，但是她坚持着自己。她是一个现代女性思维，独立自主、坚强、倔强，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万一一个夫君只有一个妻子，没有任何妾室呢？朕看你是傻啊！怎么老想着郎世宁的闲话？太后和如意可能的共通点是我们都有过自己的初心，不同的点，我觉得是如意比我更执着，好纯净的一颗心。就是说，跟皇上其实也是一生一次心一动，他真就是这一次。在宫里有那么多人害他或者是什么，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方式，就是选择和面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明白深宫的法则，但是他不屑于去用。如意是非常有底线，不会去争什么要什么。你是出身后族，又有皇上的情分在，如果真有继后，也应该是姐姐你啊。我从来要的都是情分，而不是位分。他是很明事理的，他懂得一个人的德性是什么，不冤枉谁，不去制造那些没有的东西出来去害人。他的性格是还是很正直的。主，皇上特意派人送来的礼物在外头，您去瞧瞧。绿梅非常难得，骨骼清奇，其实很像如意的那种性格。她不会去为深宫的这个环境去改变自己的本性。两心之间梅香一缕，绿梅难得，皇上的心意更难得。他喜欢梅花是因为寒风里是吧，彻骨是吧，才能闻到花香那个。因为他喜欢的是南方的梅花，他到了北方他活不了。我记得后面还有一场戏是跟皇帝之间的一场戏，就是讲到如意，其实他就来错了。也许他本就不该是这宫里的人吧。如意就是说，其实我是不适合在宫里。他的性格是贯穿的，叛逆也好，他什么也好，他是贯穿始终的。他应该是自由的，他喜欢的那种自在安然，他对感情那种坚持执着是不会变的。你还年轻，不懂世间完满的美好，太难了。若能如意，便很不错。苏丽云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没有攻击性和没有伤害性的这样一个女子，所以她和如意的关系就属于那种比较熟的朋友。到中期的时候，兰华走了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比较熟的朋友因为一些利益发生了分歧。哎呀，我也抚养永皇这么多年，知冷知热的疼着，闹了半天，还是不如你。祭酒礼已过，大家休息片刻吧。本宫让御膳房熬了些八宝甜汤，大家都可以用一些。在后期的时候，我觉得就非常坚定地站在了如意的背后去支持她。对如意是喜欢，然后崇拜、敬仰，反正就是当成姐姐一样。这里也有台词说，皇后娘娘就像我的姐姐一样，她是真的很喜欢、很依赖她。但如意对梅若，我觉得可能就是关爱，因为她毕竟是小嘛。然后还有就是梅若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坏心思。我记得娘娘曾与我说过，皇上是您的少年郎。和如意可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因为如意她也说她曾经有过一个少年郎，他们曾经非常的美好相见。其实她也没什么要求，她就是跟如意一样爱一个男人。自己心爱的人没有了的时候，就是要自杀，但是皇后娘娘就是劝她活下来吧，跟她讲了很多的道理，在那一刻可能给了她一种力量。那在深宫里面可能没有其他人跟她说一些肺腑之言，只有皇后娘娘跟她说她是
非常的感激他的。他之前在皇宫里面都是从来不对任何人行礼，但是他面对皇后娘娘，他还是会非常尊敬的说给皇后娘娘请安。而且相见也是一个比较重情义的人，他说以后的话，我一定会不惜一切，我都会偿还。所以他跟如懿是有一种那样子的情感的吧。哎，萱姐，我的女神，第一次跟她我们两个就单独的对手戏的时候，我这样扶着她，她这样手搭在我上面，我是这样状态的。萱姐说你不要抖了好吗？你一抖我也紧张。不是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索性都愿意去为如懿做。其实索性就是一个如懿身边的连接各方面这样一个桥梁，跟江雨冰的这个关系和李煜的这个关系，导致他们最后都非常忠诚于如懿。如懿娘娘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因为我还有点喜欢索性嘛，我也会对她的主子好，因为她的主子好了，她才能好。后面有一场就是如懿帮我上药，在宫里一个娘娘会给一个奴才蹲下来上药，我觉得那场戏是他彻底的走到如懿那一边去了。一是因为情感，二是因为他看中如懿的人品，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会不由自主就会帮他，而且这对他来说也是行正道。索性的归宿还是蛮好的，跟了一个医生啊，又实用。索性还问他呢，那我照顾不了你啊。如懿说没关系，等看到有好的人再说吧。那故事的发展就是出现了一个好人。多谢皇贵妃娘娘主持公道。你是个直性子，胆子也大，不怕吃亏吗？不能让没钱的姐妹都吃了亏。本宫喜欢，来翊坤宫当差吧。爱打不平，无依无靠。最万幸的是说让如懿给捡到了，才找到了家的感觉。所以我愿意拼尽全力为了如懿，怎样都可以。爸爸。容佩是一个太耿直的人了，而且有好多方面，因为他毕竟年长一些，他会从好多方面去考虑，他都处理得很妥帖那种。我是最知道他的温度的，因为我永远是在握着他的手，不是这只手就是这只手，不一样的方位感受这个人，也挺奇妙的感觉。我是等于把如懿当成我的又是恩人又是亲人。简单的来说，他是再一次把生命给我的人。我救了他的命，然后在这个宫里边，我是能跟他心意比较相通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恩人，他会愿意付出一切，然后让他快乐的。我只能说，他超越友情，不单纯，涵盖了很多。有些时候我们演着演着就是说，你是不是爱我呀？就那种。哪怕到最后他们有了矛盾，其实什么都不用说，又能够懂得对方，谅解对方。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我好，我都能理解。海兰觉得如懿是温暖的，是仗义的。红楼炭事件的时候，如懿来救他是那样的奋不顾身。海常在也是皇上的嫔妃，你不能当着奴才们的面羞辱她。你脱了她的衣服搜身，你不是要了她的命吗？就是他是有一种，就是我只要他开心，我只要护着他就好了。紧接着下一个百花丹的事件的时候，海兰是奋不顾身的去为如懿洗清冤屈。有一个台词是：为姐姐当日如何拼死维护我的清白，臣妾也只是拼死维护姐姐的清白而已。接连在一起的事件，很快的就把两个人扣得非常紧密，慢慢的把心里的东西又加深了。海贵人，这今后啊要送什么东西，您别亲自来了，这太危险了。您把东西交给我，我递给他就行。我得知道你叫什么。我叫凌云彻。我觉得如懿的价值观、个性上面跟凌云彻之间还是有共同点。就拿现代话来说，是三观相同。他跟如懿之间的界定啊，就像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回头，我凌云彻永远会默默地为你打这把伞。微臣只是希望皇贵妃将来的路可以平安顺遂，而微臣会跟随在您身后，替您照亮身后曾经走过的路，不至于您回头的时候连退路也没有看见。就那种情感是在一个宫里边，你对对方，你是可以安心的信任的一个人，对，所以他对如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大声呀！他们情感的建立和彼此作为对方信仰的建立，其实是在
一件事一件事去堆积。快我看看，这蛇有毒，我得把毒解析出来。索性打盆水去。无论是事件上的堆积，还是岁月上的累积，就经过这么长时间，它是一种情感，经历太多的生死，这才是他一生的宿命，也是他的任务，也是他一生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在这红墙里边，在我寒冷彻骨的时候，给我温暖的是你和凌云彻。周迅在表演上品格也好，风格也好，气质也好，根据如懿的这种现在的表演有一个提升。从一个小女孩委屈，脑子里都是幻想的，有点叛逆的一个心，慢慢变成一个皇后，她这一切非常清楚。她也很辛苦，这一路来就是没有做其他事情，就很专注在这个戏里面。她是真的付出了很多。拍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每天都台词啊什么的。他非常认真的在看剧本，在揣摩角色。有些时候他会说：“那如懿这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如懿这个时候一定不会这样啊！”真是佩服他，我真是太用心了。那种台词量，他头天晚上得做了多大的功课呀？基本上很少看他拿剧本。你要知道，他是属于那种认真到一个词一个词都会去细细琢磨的人。就是他每天做足了功课，他每一场戏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最细的一组镜头就是有一场戏刚跟皇上吵完架，周迅老师要看，印象特别深是有特别细腻的点出现。他有一个过门槛的时候停了一下，他看看他那场戏是怎么表现的。然后有没有到位？他觉得不 OK 的话，他可能会要求再重新来拍这场戏之类的。周迅的表演也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能够有很强的代入感。演戏下来的感觉都彼此觉得很舒服。那很多东西都是剧本上没有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角色里面，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到最后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不用去交流了。他的戏呢是绵里藏针。看似很散淡的这样戏当中，他内力很大。他是一个非常有灵魂深度的演员，我不敢使劲对着他眼睛看，我觉得他眼睛非常有杀伤力，强大的力量会包裹你。胆大妄为，祸乱国政，桩桩件件，哪件冤了你？我也不敢，娘娘饶命！你说不敢了，你一定不会被顶罪吗？我觉得迅姐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学得到的，是她就骨子里的东西。她杀伤力不是攻击性，她的眼睛很深邃，你知道吗？很大，然后你会看进去，会想她在想什么，就会被她带走，所有东西都在眉宇之间。迅姐的眼神有一种探究人的一个感觉，用眉宇演戏，用气场演戏，用你眼神去演戏。她的演技是出神入化的，演这么好，真的是这个人的生活经历、阅历到那儿了。就一路看她这样，越演越好，又那么敬业，而且又那么上心。她真的是一个很有精灵气的女人。看她处理一些感情戏，我觉得哇，这分寸感简直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是好演员都是用心在演。比如有一场戏是她被他的丫鬟阿若陷害。奴婢伺候您多年，可是主自从被太后禁足，心怀怨恨，日渐乖戾。其实如懿只是给了他一个眼神，那个眼神的内心潜台词就是：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会害我。就那一个眼神，我看了好心疼。所以我觉得迅姐真的是好厉害。你少说一句啊。是因为我要扇她的耳光，然后我就走到迅姐的面前，用我的手测量了一下她的脸，好小的脸，我就非常的紧张，怎么办啊？我感觉自己做不到。迅姐就用了另外一招，你打不打？我没有用，你不要恐吓我，我要打你，我自己会难受死。你这个毒妇！我不是
说科班出身的，我并不知道我这个下手到底重不重，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疼不疼。打动了，一点点，好，必须得真打。可是我的方式，我需要他们真打我，要不然我没办法出来那个东西。迅姐，我觉得拍戏的时候她非常的敬业。有一天就是我和美若去送她一场戏，她就坐在马车里，因为那个马车非常晃，机器要架在里面。副导演就说：“迅姐，你不用去帮他们搭戏了，让我们自己演。”然后迅姐说：“哎，不行不行，我还是得上去，要看着她的视线，她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帮你们演。”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他不会去过分的去张扬，他作为这个戏剧的中心点，他是非常明确，而且他把周围的这些跟他在一起搭戏的人，整个气氛都弄得非常好。他的状态永远是在一个创作，所以我们都说迅姐是传递给大家能量的那种人。然后迅姐就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她都会有这种东西传递给我们，呈现出来那种工作状态是比较，就给大家的感觉好像相对来说轻松，但是里面是非常紧的。包括对每一场戏的要求、准确度，表演它非常的准确。我想我们都有这个心去做好作品，在做好作品的同时，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作的氛围。他有很真的一面，他是很真性情的一个人。他生活中是一个就挺幽默的人。我觉得他生活下特别可爱，他会跟你开玩笑，感觉整个人就很开心。他在私底下更像一个小孩子。你发现她就是个少女。小女生，她会在那里唱唱跳跳，自己在上面就感觉跟表演一样。哎呀，我应该站到这儿来。好，那认识他之后，我觉得我就更爱他了。我觉得他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在现场，他说，想吃一个什么东西了，我觉得他眼睛里都泛着光。说着说着口水就流下来了，然后他自己就会在那笑自己，特别可爱。我们有时候拍的时候会在监视器里面讨论剧本嘛，然后他就这样把鞋脱掉，然后就盘腿在打坐，然后就在那边，然后边吃着东西在那边聊，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像一个小孩子。我觉得他非常有灵气，然后生活中又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他没有走到他的座位上，他直接走过来，然后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亲切。只能找一个我心里最顺的，但是我真的是唯恐不心的，我真的是老的人。这个不是我真的。迅姐是我很喜欢、很尊敬的演员，看她的戏我都好喜欢，非常打动人，非常喜欢她，有质感、有沉淀，很娇小但是爆发力非常强的人。特别喜欢跟他演戏的感觉。我觉得太幸运了，我真的有成长的过程。他的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他会看透很多东西。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但是又很简单的人。周迅在表演上一如既往的好，每场戏都很稳。我们一直在说所谓的一种工匠精神、敬业精神，那我觉得在周迅身上就是，一切都很顺利，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你挺棒的，是的呀，我觉得他。这几年，你一直过得不高兴，一直违逆朕。如今看着朕的眼神，也都是寒气。朕很想知道，你对朕如此冷淡，是从心里面有了凌云彻开始，还是他死了之后啊？皇上，臣妾这一辈子只一心一意对过一个男子的，就是你。只可惜皇上已经不是当年的4阿哥弘历了。臣妾和弘历有过最美的从前，臣妾也曾经觉得，凭着少年相知相伴多年，总可以度过深宫中的种种艰险。可如今算是看明白了。再深的情谊，也被皇上的疑心和彼此的消磨耗尽了。那你又是从前的秦英吗？朕的秦英不会像你这个样子。
朕的青樱与朕相知相惜，理解朕，体谅朕。你看你现在，一点青的影子都没有。朕甚至觉得与你形同陌路。是，青樱早就不在了。如今做着皇上的皇后，实在是太累太倦了。皇后凭什么说累了倦了？啊？你是朕亲封的皇后，朕让你母仪天下，你还有什么不满足？许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罢了，你却那么固执己见。你说朕，说你不如孝贤皇后，是，你是不如她。要是孝贤皇后在的话，绝不会像你如此。这个皇后是臣妾愿意当的吗？皇上既然又提起孝贤皇后，臣妾倒想说一说。孝贤皇后在世的时候，身为中宫，也算无可挑剔，对皇上百依百顺，从不忤逆。皇上不也对她不满，以至于她不能安心。然而孝贤皇后死后，皇上却对她百般追思，情深几许。可这里边又有几分情真？还是皇上想让旁人觉得，皇上是一个情深意重的人？不止孝贤皇后，在这个宫里边，有哪一个女人可以在皇上身边真正安心的？就算是容嫔，皇上曾经如此疯魔，对她又是真的爱惜吗？皇上就像您自己最爱的水仙花，临水自照，你只爱惜你自己。放肆！朕一直孤独地站在高处，朕治理国事日理万机，过的是孝义干实。整个后宫里，朕不爱惜自己，又有谁会爱惜朕呢？人人只会算计，还要图谋朕，又有谁对朕是真心的呢？这宫里无休无止的猜忌争斗、算计背叛，确实让人厌烦。可是皇上难道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吗？皇上在这其中又全无算计吗？淑妃是真心爱慕皇上的，可皇上从一开始就假借坐胎药，避免淑妃有孕，以至于12个体弱，不治早夭。淑妃也跟着绝望自焚。纯惠皇贵妃，纯惠皇贵妃是真心守着皇上的孩子，可皇上却只因为一枚珠花，从未停止对纯惠皇贵妃的疑心。之后也是因为皇上对容嫔的疯魔，断了永璋和纯惠皇贵妃2条性命。还有臣妾，臣妾一路陪着皇上走到现在，从来不曾对皇上有过谋求算计。皇上却一直怀疑臣妾和凌云彻，认为臣妾和凌云彻有私情，对凌云彻百般折磨，对臣妾也是万般羞辱。你还有一丝一毫对臣妾的信任吗？可这一切都是因为皇上你自己的疑心。清白2个字，臣妾都说倦了。你还敢提他？哼！永基是你的儿子，他亲眼看到凌云彻与你那般了，你还要朕怎么样？朕没要他的性命，留住你的后位，已经算是给你脸面了。皇上是给臣妾脸面吗？皇上是给自己脸面吧？你总有这么多的说辞，其实刚愎自用、薄情寡性、自私虚伪是你，疑心深重的更是你。放肆！你藐视君上，失去了一个做臣妇的本分。与其看你如此疯魔，不如朕废了你！不用皇上废了臣妾，臣妾做这个皇后已经做得厌烦疲倦，不想再忍了。做什么？
如意。皇上与臣妾曾经结发为夫妻，如今臣妾断发为妻，给去了的青樱和红梨。如意，你疯了。公主，贵妃娘娘，怎么回事？怕是要出大事了。皇阿玛，皇额娘怎么了？皇后心机疯魔，居然当着朕的面做出断发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断发！皇上，我满人唯有大丧时才可断发，皇上您还健在，皇后娘娘怎么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啊？金宝，奴才在。传朕旨意，皇后不堪中宫重责，明天一早，命佛龙庵送回宫中医治。没朕的旨意，不许出衣宽宫半步。令贵妃今为皇贵妃，设6宫事。这，谢皇上恩典。你们都下去吧，朕想静静。儿臣告退，臣妾告退。快点，快点！等一下，等一下！奴才伏龙庵见过尹妃娘娘、容嫔娘娘。容本宫和容嫔跟皇后娘娘说2句话。这，
你是何家公主的额驸，纯惠皇贵妃的女婿，你可别忘了，是谁冒着雨去救了纯惠皇贵妃。皇后娘娘，怎么会这样？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步。你们要顾好自己，不要受本宫牵连。皇后娘娘回宫，我已经派人告诉宫里的五阿哥和于妃娘娘，也好多个照应。多谢。两位娘娘，时候不早了，该启程了。皇后早上还在礁石鸣琴用膳，晚上就风靡了。你打量着满宫里都是傻子呢。皇后一直没有失德之处，你突然送她回宫，旁人会如何揣测？朕已经给她体面了，说她回宫治病了。儿子奉皇娘巡幸江浙，承欢洽庆。却不想，皇后举止风靡，当着朕的面亲手断发，朕只好将她送回宫中。若皇后的行为再有乖违，朕就废除她皇后之位。皇后这么做，必定事出有因。你夜夜游湖之事，哀家不提，你就真当哀家不知道了吗？人已经送走了，听说都出家当了姑子，非得把一个个妙龄女子逼到这般地步，实在太过。皇后心慈，才留了他们性命，叫哀家说杀了他们，挂在城墙上示众也不为过，才好堵了百姓们的嘴。额娘，皇额娘，你倒是天天叫，这么个叫法，哀家真是许久没有听到了。在儿子的心里，您永远是儿子的额娘。有皇帝这句话，哀家就敢说话了。皇帝，你是真的想废后？废后乃是失德之举，于国祚更是不祥。想世祖皇帝一生，最为人诟病的，并非独宠董鄂妃，而是废了第一位博尔济吉特皇后。大清开国100年，废后就唯那一次。皇帝千万不能步世祖皇帝的后尘呐！失德的是皇后，不是朕。皇后背德不逊，与朕不同心，而且还犯了国之大忌，亲手断发，这实在是忍无可忍。满人断发，一为国丧，二为夫丧。皇后出身大家，这件事情的确是做得太没有分寸了。但她为何如此？你想过吗？皇帝啊，你是逼皇后太甚了。皇后如此狂悖，叫朕如何能忍？
夫妻本为一体，若是废后，则天下臣民不安。如今又才出了游湖的艳闻，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废后，让天下人如何揣测？这游湖之事，真是受了晋中的怂恿，是儿子轻率，儿子认错，朕已经叫皇贵妃去处置晋中了。既然处置了晋中，那就是皇后无罪。民间休妻，尚要有七出之条，皇帝如何昭告天下废后的因由？废后乃是失德之举，天下臣民言之凿凿，为君上者如何能不忌讳？皇娘从前就不喜欢如意，朕要封如意为后，皇娘就不赞成。可如今朕要废后，皇娘怎就不允许了呢？哀家以前的确是不喜欢如意，但那是因为她姑母景仁宫的缘故。当年哀家不赞同立如意为后，为的是皇帝。如今哀家不赞同废后，为的也是皇帝。皇帝当年那么坚持要立如意为后，如今又怎不喜了呢？皇帝就不怕旁人议论，说你对皇后是色衰爱弛的缘故？变的是如意，不是朕。即便如此，相伴10载的情分，皇帝也不顾念了。朕不是不顾念，是皇后言行不当，一言一行都不像个国母。皇帝啊，你和皇后彼此分分寸寸都互不相让，就是因为太在意了，因为在意而废后。皇帝，你觉得值不值当？且废了乌拉那拉氏，又有谁才能继位为皇后？难不成皇贵妃？皇帝啊，若说要像皇后，像妻子，莫过于孝贤皇后；若是像奴才，你宫里多的是那样的女子。哀家就怕你真正废弃了如意之后，会后悔，会发现你对她的在意，那时可就晚了，追悔莫及了。令主儿，您终于来了，您得救奴才出去呀。那是自然的。对了，关了一夜，一定饿了吧？要不要吃点东西？不了不了，那个出去要紧。事情怎么样了？晋中公公，皇上已经把皇后娘娘赶回宫中，现在我们主啊，已经是摄6宫事的皇贵妃了。皇贵妃，皇贵妃好。皇上这可就是有心要废后啊！奴才一定扶着您的手，走到中宫的宝座上去。
本宫自然会登上后位。走吧。哎，皇贵妃，走。皇贵妃，皇贵妃，令主，您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跟你说，王晨，你这是做什么？令主，令主，咱们可不敢做什么。皇上要你死，本宫不过是奉旨罢了。令主，你得向皇上求情，你得救奴才呀！本宫为什么要求情？令主，本宫比任何人都想让你死。你只要帮我恩福爷，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那也得做个有本事的鬼才行。放开我！你们以为替他做事情会有什么好下场吗？不得好死，不得好死！是你不得好死，本宫可好好活着呢。你不得好死！王禅，把话传出去，皇上接近烟花女子，都是禁中一人所为。本宫只不过是秉公办事，除掉这个蓄意媚上的祸害。这。主儿，您别着急，皇后娘娘应该快到了。请皇后娘娘安。容佩，奴婢在。直接入宫。是。姐姐，姐姐，于妃娘娘，皇后娘娘已被禁足，您还是别跟着进去了。翊坤宫怎么这样寒酸呢？内务府的人怎可以如此对待娘娘？皇上上位废后，他们便这般迫不及待吗？掌灯吧。是。是。于妃娘娘，您还是请回吧。于妃娘娘，容佩，娘娘说了，烦请您照顾好12阿哥，让他不要多思忧心。还有5阿哥，有夫姑居的旧症，虽是小病痛也要上心，让姜太医得空，帮他去看一看。本宫记下了。这个，娘娘嘱咐我，让我交给你。这里面一针一线都代表我对你的心意。绣得真是精巧，我一定会好好留着的。蓝色的梅花是我，粉红色的是你。
姐姐要说什么吗？主儿，咱们等了那么长时间，皇后娘娘为什么不下轿？怎么不见您呢？还把香囊还给您，她是不是？姐姐是为我好，她不想连累我。但我知道，她心里始终是惦记着我的。娘娘，您的吩咐，奴婢都转告于妃娘娘了。宫里的布置虽然寒酸，但奴婢想，于妃娘娘也一定是尽心尽力过的了。皇上的废后之意昭然若揭，内务府最痛上意，也只能如此了。娘娘方才对于妃娘娘如此冷淡，您这么做是不想让皇上迁怒于她。于妃娘娘会明白您的心意的。她会的。娘娘，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奴婢伺候您早些安置吧。本宫想在这儿坐一坐，你们去收拾吧。是。额娘，皇额娘的情形，十二弟知道了吗？我自然不敢让他知道，暂且还是先瞒着他吧。自从上回凌云彻的事情之后，你十二弟心思极重。若是再要起了念头，生病或怎么的，我怎么对得起你皇额娘？额娘思虑的是，那皇额娘那儿怎么样了？你皇额娘昨夜已经让玉虎还有福龙安给送回来了。虽然荣嫔已经让人连夜通知我，但内务府那一边也奉了圣旨，撤了翊坤宫的布置，连李煜也因为和你皇额娘亲近，被皇上以办事不力为由打发去了圆明园。姐姐这回进驻，怕是要难受了。跟红顶白是宫中惯来的风气，皇娘还如此失势。听巡宫那边的消息，怕皇阿玛真是动了废后的心思了。那可怎么成呢？得想个法子。额娘别急，等皇阿玛回来，儿子自会好好相劝的。事关皇阿玛的声名和皇室的声誉，一定不能生出废后的事来。五哥，永基，于娘娘，五哥，皇阿玛是不是不要额娘了？永基来，你于娘娘在这儿呢，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啊！哎呀，别哭了。十二弟，皇阿玛不会不要皇额娘的。我们都在这儿呢。小磊子在。回头你吩咐太医给十二弟开些凝神的药。这。哟，五爷，您这是腹股虚又发作了，
还是传教吧。些微小事，别让额娘知道了。这，额娘已经够心烦的了，我这点小病不算什么。五爷，你已经够要强了，既担着皇上吩咐的差事，又顾着后宫里的。要不等姜太医回来，让他给你仔细瞧一瞧。罢了，姜太医毕竟是皇额娘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啊，现在真是失心疯了，才会那般顶撞皇上，居然还敢断发呢！要不是她作死，又怎么能显出皇贵妃娘娘的贤德呢？听说皇后娘娘的姑母就是被先帝关在自己宫里禁足到死，皇后娘娘如今难道是要走她姑母的老路吗？魁常在，皇后娘娘虽被皇上罚禁足思过，可你这话却也不能乱讲。嫔妾的话可能不妥，却也是实情。谁让他们乌拉那拉氏就是这个命呢？永寿宫这么热闹，可不是，新封了皇贵妃摄六宫之事，这可是当年翊坤宫娘娘的做派，只差一步就是皇后了。难怪人人都奉承永寿宫，也有好些人不服皇贵妃的。那是当然了，皇贵妃的出身做派，也就惹皇阿玛喜欢，有几个人是瞧得上她的？就是他们两个了。从今儿起，不必再在翊坤宫伺候，给我带走。你干什么？松开！松开！我打前底就跟着皇后娘娘伺候，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三宝哪都不去。不去？我算什么东西啊？我什么东西都不算。可是皇贵妃的意思，谁敢违抗？皇贵妃也不是皇后，她说了算吗？你这闹什么呢？来带走三宝和云芝。翊坤宫不能一个太监都没有，且我年龄大了，云芝跟灵芝得在这儿伺候着。按照翊坤宫眼下这个情况，留下你和灵芝也就够了。且太监嘛，主子娘娘身边不老实的太监多了，凌云彻就是一个，还是走了的好。你胡说八道！打你个胡说八道！哎呦，干嘛呢？让你胡说八道！你敢打本宫？你就敢打了！我告诉你，这顿打是替皇贵妃教训你。皇上可说过，这宫里边不许再提凌云彻3个字。你竟敢违逆！我倒要看看皇贵妃怎么保你！那行，不说这个了，人我得带走。我告诉你，若是得罪了皇贵妃，翊坤宫的供业可就没那么周全了。你敢？没什么不敢的。皇上都不理翊坤宫了，后宫就是我们皇贵妃做主，你们且瞧着吧。荣姑姑，就当是为了娘娘，奴婢愿意出去，不叫娘娘为难。荣姑姑，我且出去，再做计较。就是，早这么识趣不就好了吗？主子娘娘静心思过，奴才啊就不打扰了。带走。这算什么？皇上到底还没有废除娘娘，
为何只剩下咱们2人？答应还有个太监伺候，娘娘连这点体面都没有了。也好，三宝跟云芝出去，也能有个通风报信儿的，也不算太坏。好了，去准备点吃的吧，快去。办事大臣萧成勒索韩部百姓一事，儿臣已经查清楚了。萧成已被夺职，也算平息了民愤。那就好。政治天下就是为了各部融洽、和睦一心。此次萧成勒索百姓事小，但影响甚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怨。也告诫各部官员针对各部的一视同仁之心。皇阿玛对荣娘娘一直关怀备至，也算是对韩部百姓的一种安抚了。好了，这些日子你查萧成的案子也疲累了，下去歇息吧。皇阿玛，儿臣想向您求个恩典。何事啊？儿臣在司库房看到了三宝公公。哦，他不在翊坤宫伺候了。儿臣想着宫人调度的小事，皇阿玛果然是不知道的。这些事情自有皇贵妃打理。皇阿玛，儿臣别的不敢说，但求皇阿玛看在12弟的面子上，善待皇额娘。你在替他求情？儿臣实在不忍看额娘忧心，12弟泪目，更不敢忘了皇额娘的养育之恩。永基还好吧？母不安，子何以安？额娘就算把12弟照顾得再好，可母子连心，12弟总是伤怀。可怜他这般年纪，总是这般愁苦。朕知道了。永琪，你是朕的皇子中年纪最长的，在外头办好你的差事，后宫的事情别多问。是。姐姐，你怎么进来的？永基跟永琪向皇上求情，容妃也帮着说话，我才进来的。起来吧。永基和永琪都还好吗？他们都好，永基也很想见姐姐。我如今这个处境，就别让他来了吧，免得他见了心思更重。12阿哥在外头有我，姐姐大可以放心。近日太后也常见12阿哥，待12阿哥很好。太后能顾恋永基，我也就安心些。永琪呢？永琪的伤如何了？永琪这几日帮着皇上处理政务，日夜繁忙。我问他复古居的事，他总是说小事，还嫌我忧心太过。这也难免，永琪大了，也娶妻生子了。但是生子的事儿还是不能大意的。是。
姐姐，我让叶心多准备了几床被褥，还有一些平时穿戴的衣物。索性也亲手为姐姐缝制了一些贴身的衣裳，我一并交给灵芝了。多谢你，这儿的吃穿用度也都周全，往后也不用怎么费心了。姐姐，我知道因为那件事，你对我有一些生分。可是当日，你让容佩把那个香囊交给我，我便知道姐姐不是全然不理我的，姐姐是怕我受了牵连，所以……你既然懂得，还偏要进来。如今姐姐这般处境，我不进来看你一眼，我怎么能安心呢？姐姐，我不怕受牵连，我只怕跟姐姐隔心。凌云车那事儿，你我姐妹这么多年，我怎么会真的跟你隔心呢？算了，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从今往后，咱们都不要再提了。我如今这个样子，你们还是跟我离远一些比较好。今日见了，下回也不要再费尽心思再到这儿来了。姐姐。